吉桑石勒一战损失万余人，俩人商量一下之后，认为目前唯一能跟我晋抗衡的是滨州刘渊，人家都称王了，我们这儿还只是一伙流民，于是准备北上滨州投靠大汉。只可惜如意算盘打得响，你吉桑石勒可以借着给司马颖报仇的名义起兵，人家河北还有一伙人借着给被石勒所杀的司马腾的名义起兵，这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乞活军。一句话说明乞活军的来路。当年司马腾还在滨州的时候打不过刘渊，于是打包席卷了2万余户，率领他们南下冀州逃难求食，这伙难民集团就是乞活军。不过此时的乞活军还没有什么特别响亮的名头，我们要再等等。40年之后，一名叫做冉闵的乞活军领袖会发布一条杀胡令，震动北方。话说回来，在投靠刘渊的过程当中，冀州刺史半道拦截，并再次大败吉桑石勒，两人在溃逃的过程当中走失，石勒逃往乐平方向，而吉桑则是被官军追上，临阵斩杀。吉桑先生也是含恨早早的下线了。石勒惊险地逃到了山西上党地区，而上党地区早有反贼盘踞，反正我进的地盘上全是反贼，石勒也见怪不怪了。胡人张贝都、冯默突2个人率领1000余名武装力量驻扎在此。石勒投奔他们之后，俩人听说石勒在山东河北的光辉事迹，非常敬重，于是石勒趁势劝张贝都说，大单于刘元海已经起兵讨伐晋朝了，你们俩距离刘渊这么近，又不听从大单于的号令，你觉得就咱们这点人能在山西自保吗？张贝都、冯默突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说应该不行吧。石勒一拍大腿说，这就对了，既然不能，那还不如带着兵马赶紧入股，趁着现在行情好，我们还能在大汉混个一官半职。张贝都、冯默突看着石勒，心想，我只是好心收留你，而你这是想把我的部队给卖了的节奏。反过头来一想，石勒这个小子说的话好像又很正确，张冯2人很纠结，于是搞笑的一幕出现了。说不通他俩的石勒决定单骑归顺刘渊，而张贝都、冯默突则率领着数千兵力悄悄地跟在石勒身后，哪有好几千人尾随一个人，还叫悄悄跟着的。最后石勒、张贝都、冯默突全部归顺了刘渊。此时还没什么本钱的刘渊出手相当阔绰，虽然自己仅仅是汉王，但是不耽误自己封别人为王。随后大手一挥，封张贝都为亲汉王，石勒为平晋王、辅汉将军。至此，第一个王牌大杀器被刘渊收入麾下。加入大汉的石勒，刘渊让他发挥自己出身地位3教9流都吃得开的特长，专门让他去周边地区招降胡人或流民部落，宣传大汉好政策，建立统一战线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对抗大晋。另一方面，苟熙则是扮演大晋的救火队长，在华北大地上把那些跳得欢的反贼通通收拾了个遍，击公师藩，破吉桑，灭吕朗，讨刘根，败石勒，威名甚盛，以至于当时的人把苟熙称之为韩白在世。苟熙四处突反贼，也顺利加官进爵。他作为一个没什么政治背景的人，此时已经解锁了万户侯的称号。就这样，在消灭各路反贼的过程当中，吐蕃苟熙和飞豹王弥也终于正面遭遇了。王弥再次斩杀了东莱太守之后，意图再次劫掠清徐2州。此时苟熙的大部队已经与王弥正面遭遇，苟熙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土地，公师藩、吉桑、石勒打不过的苟熙，王弥一样束手无策。史书记载，苟熙逆击大破之，王弥享受了和吉桑、石勒一样的待遇，部队崩盘了。但是闹革命的人怎么能轻言放弃呢？石勒有石勒的套路，王弥有王弥的玩法。王弥选择退散，继续收拾残部，集结力量，加大对部队的政治宣传，宣传美好的政治前景。随即他的这支部队又恢复了士气。王弥决定再次出山。此时的苟熙仍然在兢兢业业的剿匪，听闻王弥死而不僵，于是再次率军进攻。只可惜屡遭消耗的朝廷军在早已成为一片焦土的清徐地区，在连续作战之下已经没有绝对优势了。实在王弥的部队能有效地进行抵抗，苟熙进也不能，退也不能，只能对峙。苟熙对王弥不能克，
但僵持或对峙对于王弥这伙流民军来说并不是好计策。王弥相较于吉桑石勒有一个好，那就是无论到中原什么地方去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虽然苟西非常熟知打仗这一套，但是苟西毕竟还是图样，王弥不是地方长官，而是一个流民军首领，决定给苟西传授一点人生的经验。王弥的思路只有一个，哪儿有吃的就去哪儿。一方面苟西不能制止王弥，另一方面王弥也懒得跟苟西在山东对峙，于是王弥的部队开始南征北战，一路南下，分别攻略泰山、鲁国、乔、梁、陈、汝南、颍川、襄城诸郡，打得各地晋军猝不及防。我晋正牌的征东大将军苟西面对假冒的自称征东大将军的王弥，无力制止，无可奈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往最危险的地方去。随后流民军攻入重镇许昌，打开了府库，取出武器，完成了流民军的装备换防。自此以后，王弥的部队更是攻城略地，击杀地方守官，数万之众如狼奔使突，朝廷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无力制止。好了，拱卫京畿的2处重镇，邺城被吉桑石勒突突了，许昌被王弥拿下了，我晋这艘破船也差不多快沉了。劫掠了许昌的王弥，在完成武器装备升级之后，自认为实力满满，于是将目标锁定了首都洛阳。他想直接一竿子推翻晋朝统治。与此同时，刘渊也得到消息，旋即做出反应，派遣刘聪号称率军10万杀向洛阳。西晋朝廷惊恐万分，满朝文武纷纷逃难，洛阳昼夜城门紧闭。此时在洛阳的最高官是司徒王衍，他也勉力进行指挥抵抗，急调各路人马保卫首都。京师洛阳暴露在冰封之下，司马越急忙派左司马王斌率5000甲士火速赶赴洛阳，保卫京师。与此同时，值此危难时刻，司马越也是号召天下兵马亲王，但响应者寥寥无几，只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凉州刺史张轨响应，派遣凉州都护北宫纯率领1000精兵赶来增援。凉州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地区，距离中原洛阳足足2000里。北宫纯不辞劳苦，率兵火速赶往洛阳。当他抵达洛阳的时候，匈奴的主力已经将京城团团围住，双方隔着护城河对峙。5月，王弥继续进逼洛阳城，屯兵泾阳门外。王弥和刘渊倚仗人多势众和高昂的士气，向北宫纯所部发起进攻。而北宫纯在城外利用自己的盾甲和重兵武器，构筑起结实的防线。流民军和匈奴人一起冲锋，冲到城门附近，匈奴骑兵乱箭齐发，但无法穿透西凉卫队的盾牌和重铠，任凭王弥和刘聪部队怎么打，也无法攻破这道防线。北宫纯打造的这道钢铁防线成为敌人肉里的钉子，洛阳城里的火炬。时间一长，长期屯兵城外的王弥军队士气逐渐开始低落。北宫纯找准时机，重金犒赏勇士，挑选100多人充当敢死队，朝着王弥的中军杀来。凉州骑兵身披铠甲，手持长矛，带着必死之心冲阵，这架势看起来实在是太吓人了。只有流民土匪的王弥哪儿遭遇过这种坦克突击队的冲锋，他不敢招架，指挥中枢直接崩溃，仓皇而逃。实在被北宫纯冲击而溃败的王弥烧了建春门，仓皇夺路而逃。而北宫纯派遣左卫将军王炳发挥连续作战精神，继续追击，在七里涧再次大败王弥，王弥再次遁逃。匈奴那边，西晋朝廷军队乘此时机对刘聪发起进攻，刘聪的部队在河东大败。至此，第1次洛阳保卫战以暂时的胜利告终。大败之下的王弥损失惨重，回忆起年轻时有交情的刘渊，以及刚刚跟刘聪并肩作战的经历，在他看来，尽管刘渊他是胡人，尽管他僭越称了汉王，但只要能够把晋朝彻底推翻，我就愿意为他效力。于是战败之后的王弥带领着剩余的家当跨过黄河，北上滨州，加盟了刘渊。刘渊见到王弥异常高兴，拉着王弥的小手一个劲儿地夸，他说：我家列祖刘备先生说了，当年他得到诸葛孔明的辅佐，仿佛如鱼得水一样，如今我得到您这个大土匪的辅助，那简直就像列祖获得孔明一样啊。
不知道老刘和诸葛丞相权限有之，听到他俩这段话，会不会气得当场怒斥：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随着石勒、王弥两大力量的加盟，刘渊信心大涨，实力倍增，于是高高兴兴地即了皇帝位，改元永凤，并再次整饬三军，准备继续掏我晋的心窝，开展第2次洛阳攻坚战。可惜啊，人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能自达。刘渊先生的命运即将走到尽头，并且随着他的离去，直接中断了匈奴的国运。谁也没曾料想到，汉化程度最深的匈奴也染上了我晋宫廷的毛病——内斗。刘渊一死，匈奴汉庭里的政变、颠覆、夺权、内斗随即开打。匈奴在自己民族的七国之乱、八王之乱之下，即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。最后来一个忠诚小故事。公师藩是成都王司马颖的故将，公师藩起兵的理由是为老领导司马颖报仇雪恨，人死而灯不灭。公师藩起兵闹事的理由似乎确实有点道理。当朝廷派吐蕃狗西斩杀了在河北大地肆虐的公师藩之后，按说这支队伍应该烟消云散了，但是农场主吉桑先生巧妙地承接了这支力量的指挥权，继续率领部队，继续打着为老领导司马颖报仇的名号，继续在冀州肆虐。吉桑石勒攻破邺城之后，尽管司马颖已经入土为安了，但是吉桑或许是真的崇拜老领导，也或许是为了确保合法性，他还是命人把司马颖的棺材从陵墓中重新起了出来，并且开始玩行为艺术，爬到棺材上放声痛哭。不仅如此，吉桑的行为艺术还是连续剧，他没有把成都王司马颖的棺椁长埋地下，而是装上车带在军营里。从此以后，无论大小事情，吉桑都要先对着成都王的棺材汇报一番，然后再出门办事儿。甚至到了最后，在遭遇起火军大军围追堵截下的吉桑，还是坚持要把司马颖带在身边，并在最后被斩杀。而他一直守护的老领导，前镇守邺城的镇北大将军司马颖，不对，是司马颖的尸体和棺材，则被后镇守邺城的司马腾麾下的起火军部众给扔到了井里。直到很多年之后，朝廷才把司马颖的棺椁清理出来，重新下葬。看来在我晋，在兄友弟恭的优良传统下，即便司马颖、司马腾两兄弟早已双双殒命了，但各自的部下还是会挖出尸体继续内斗啊。Over， 拜拜。